對於某啲人嚟講，海有住非一般嘅魅力。望住佢，聽住海浪聲，吹住微微嘅海風，仿佛能夠療癒心靈，俾身心慢慢放鬆、平靜落嚟。好似今集你設計我開箱嘅屋主，就喺白石角嘅臨海位置揾到自己心儀嘅居所，同大自然打交道。屋入邊廳房都可以180度欣賞到海景，同埋一個又一個嘅小島嶼。設計師嘅任務就係要將窗外嘅自然元素融入室內設計入邊，同時帶出屋主享有華麗酒店嘅度假氛圍。位於沙田同大埔之間嘅白石角，自2012年起發展為中低密度嘅住宅區，先後有大概10個私人屋苑落成。呢度前臨吐露港，背靠翠綠山巒，所以居住環境都幾清幽。但係真正臨海而建嘅屋苑唔多，當中包括今次設計單位所在嘅朗圖。朗圖喺2020年落成入伙，樓齡接近5年。除咗係區內最後一個登場嘅臨海屋苑之外，亦都係發展商英軍自1989年之後近30年嚟再喺香港推出嘅住宅項目。屋苑由12座高座同埋2座低座組成，合共提供723伙，涵蓋1房至到4房戶型。除咗平層單位之外，亦都有複式戶。不過向海嘅都唔一定只係特色單位嘅專利。喺第1座至到第3座同埋第5座入邊，亦都有標準單位望到。我哋參觀嘅設計單位就係其中之一，實用1773尺，原則係4房雙套連工人套房間隔，都幾四四正正。客飯廳同其中3間房，包括2間套房，都係向住吐露港。只有1間睡房係喺大門入嚟玄關走廊嘅盡頭，所以佢嘅景觀都會差咁啲，望翻內園。見到間房用間隔牆嚟去分間，俾屋主有彈性調整大細或者用途，甚至拆咗去納入去到飯廳範圍。不過佢哋就冇咁做到啊，大致保留翻原有間隔作為書房同埋偏廳嘅位置。雖然屋苑已經入咗伙幾年，但呢個單位係一手㗎。為咗減少浪費，屋主冇裝修到廚廁，亦都要求盡量保留翻地板、門同埋冷氣機等嘅原裝配置。全屋改動最多嘅地方係另外3間房同埋客廁所在嘅寢區範圍，單位就只有屋主夫婦2個人住，所以就重新規劃成2間好似酒店雙連房咁嘅房，再將貫穿房間嘅走廊變為衣帽間。佢哋希望呢間屋都有啲嘅酒店嘅感覺啦，打造一個家庭套間嘅感覺。佢哋俾我哋嘅要求呢，希望嗰啲物料呢就多樣性同埋都特別嘅。希望就係唔係咁常見，可能 retail 先見到嘅物料咁樣咯。咁我哋要將唔同嘅物料去擺喺呢間屋嗰度做設計，咁嚟去將一啲新舊嘅物料做一個配搭。要營造自然同埋海洋嘅氛圍，顏色係離唔開㗎。所以喺玄關，設計師已經用上深淺木色同埋藍色嚟去拼湊。首先都有啲嘅焦點位置，就係我哋呢幅嘅有少少海洋感嘅一個牆紙。咁然之後入到嚟我哋鞋櫃嘅地方啦，你可以見到一個比較藍色少少嘅一個嘅 pattern 嘅膠板。咁其實我哋鞋櫃用膠板咧，就係叫做都比較襟用少少啦。咁我哋去到平時嘅位置咧，就多啲用木皮去處理㗎啦。呢條玄關走廊都幾大，長超過5米，闊近2米，主要係遷就工人套房同廚房嘅擺位。雖然有非常充足嘅條件做換鞋凳同埋1列嘅鞋櫃，但係見到 Ivan 都係由矮至高嚟排列，避免一入屋就有一種壓迫嘅感覺，同時冇咗大宅嘅氣派。我哋嚟到走廊嘅盡頭啦，見到咧佢多咗好多條紙嘅元素嘅，咁同咧啱啱玄關走廊係唔同嘅，點解會有咁樣嘅設計咧？首先我哋有一個燈光帶領住入嚟啦，真正去客廳同埋個書房嘅區分嘅位置啦，係一個嘅焦點嘅位置。咁我哋會用一啲嘅裝飾吊燈，一啲嘅木紋嘅木皮啦，咁一天然嘅木皮啦。呢一幅嘅條紙，戶主都希望呢個單位有啲嘅通透性。難怪旁邊嘅書房部分牆身都用到格柵嚟去處理，而家就好似慢慢過渡咁啊。其實條紙牆都係一道暗門嚟㗎，可以再滿足一下屋主嘅住物需求，美觀同埋實用兼備。
為咗增加書房嘅通透性，呢一幅木格山牆係特登做㗎，所以房門都比原先嘅褪後咗啲啲，但亦都唔會影響到間房嘅空間感。入到嚟，幅特色牆都好搶眼啊！嗱，見到呢間房其實都係以素色為主啦，突然之間焦點咧就一定會放咗喺呢一幅嘅特色牆嗰度啦。點解會揀咗呢一種嘅藍色擺喺呢間房度咧？咁因為我哋喺玄關開始咧有少少藍色，咁帶到入嚟我哋個書房，我哋都希望有一個藍色嘅元素。咁呢幅牆我哋做咗一個嘅藍色嘅藝術漆啦。咁呢個藝術漆咧，我哋希望都係用翻一啲比較自然天然嘅手法去做。咁所以呢幅藝術漆咧有翻自己嘅一個特性，佢有一個半光雅嘅效果。因為書房咧佢個角度係望住內園嘅，日照入嚟咧就冇咁大嘅光啦，咁唔會咁刺眼啦。咁同我哋成個空間全瓦面嘅material嚟計咧，佢有少少嘅對比性，咁令到成個空間嘅感覺會更加豐富，同埋佢有一個焦點咁嘅感覺啦。一幅嘅藍色嘅海洋嘅一個藝術漆嘅效果啦。書房呈異曲尺型，都幾大㗎，所以仲可以擺到一張梳化喺度。有別於一般嘅書櫃或者收納櫃，呢度並唔係由地下做到上頂㗎，而係上下都留空，好似一道屏風咁。原來係屋主都希望當打開露台門嘅時候，可以將海風同埋海浪聲帶到入嚟書房。成個櫃以雲石紋元素嚟去做，不過睇真啲，對住飯廳嘅一面係天然嘅雲石牆，相連地下2層雲石台階，感覺會貴氣啲。咁就咁睇啦，或者加翻啲畫作點綴都可以。不過其實飯廳本身都有焦點㗎，唔係喺飯台後邊，而係喺餐邊櫃一邊嘅牆身。咦？呢個咁特別嘅係咩物料嚟㗎？哦，呢個係麥稈嚟㗎。係啊，咁呢個麥稈咧，其實佢係比較天然嘅物料啦。咁因為我哋戶主咧都希望我哋選用一啲比較天然啊，佢比較係原始啲嘅物料去做啦。咁呢個麥稈咧比較少喺我哋住家嘅單位裏邊去使用嘅，多數都會喺一啲嘅譬如手錶鋪啊、luxury 啲嘅鋪頭啊多啲見到呢個裝飾品。咁我哋選用呢一個咧，希望就係帶到一個天然同埋環保嘅感覺。咁但係譬如喺用呢一種物料上面咧，會唔會有啲咩條件或者限制咁樣？咁其實呢一個物料咧，首先佢完整度咧係成幅過送到嚟香港嘅。咁我哋要視乎譬如呢個單位呢個樓盤嘅 lift 嘅大細啦，咁睇下可唔可以上到 lift 咁樣嚟計啦。咁然之後我哋就希望呢個嘅比例亦都唔會話太過大。係啦，咁希望就喺我哋飯廳可以望到呢個嘅焦點嘅位置。咁我哋喺玄關入到嚟嘅時候，第二個焦點位就係呢一幅㗎啦。你啱啱都有講到，其實就唔係好適合擺喺客廳嗰邊嘅，有冇話點解？因為我哋呢一個嘅 feature 嘅特點咧，佢係放射性啊嘛。如果佢放喺電視牆咧，可能個焦點咧分鐘係去咗呢一幅嘅 feature wall 嗰度，咁會令到個視覺有啲疲勞。咁雖然就咁講啦，但係去到客廳嘅電視牆都唔會話冇嘢睇㗎。Ivan 除咗用大地色系嘅橫紋牆紙嚟去鋪砌之外，仲特意做成波浪形，呼應翻全屋嘅主題。始終呢一邊嘅牆身，無論顏色抑或係用料都比較豐富，所以喺另一邊由飯廳去到客廳，Ivan 都係用翻同一款淺藍色調嘅藝術漆。我哋喺揀藝術漆方面咧，都希望係佢有唔同嘅質感同埋有反光嘅程度。咁因為我哋首先啦，我哋有咁大嘅落地玻璃嘅窗咧，其實又對住個海景啦。咁我哋陽光打入嚟，我哋呢幅身後嘅藝術漆嘅時候咧，佢有唔同嘅凹凸感。如果我着燈嘅時候有唔同嘅感覺，呢個金色咧，其實我哋都想係呼應翻我哋所類似嘅木皮嘅顏色。其實都希望佢唔會話太過搶眼，同埋佢係比較低調翻少少嘅一個瓦面嘅金咁樣咯。呢個客廳咧，其實用咗好多物料啦，同埋 pattern 嘅，咁但係感覺上面都唔會話好雜亂啦，因為都係以淺色調為主，咁亦都唔會搶咗咧出邊嗰個好靚嘅海景。Ivan 入到嚟咧，見到呢個天花嘅造型都幾特別啦，採用弧形線條嘅，同埋就咁睇咧，呢度嘅樓底都幾高下喎。咁其實我哋呢個天花咧唔算話太高㗎，得2.9米㗎咋。咁但係咧，我哋就喺選燈具方面啊，同埋做呢個天花板嘅時候都要考量翻。譬如我哋上面有一條嘅好薄嘅一個嘅燈槽啦，同埋一啲嘅細啲嘅一個嘅射燈，咁令到我哋周邊有一個好大嘅燈槽
一個氛圍咧，就希望做到一個見光不見燈嘅效果啦。咁令到成個天花板會再拉高啲。咁呢啲弧形嘅線條其實係咪都修飾緊呢個單位嘅陣位咧？定係還是其實真係只係一個造型咧？係啦，咁我哋入到嚟嘅時候咧，首先玄關位係有一啲嘅陣位啦，咁我哋就用一個嘅反燈槽嘅形式去做翻。咁譬如我哋窗口位其實都有普遍地有一個嘅陣位啦，譬如窗簾位都有嘅。咁梳化後邊咧，其實佢都有啲橫梁嘅，咁我哋都需要用燈光同埋成個燈槽嘅形式去修飾翻啦。咁我哋電視機呢邊本身有2個冷氣，咁我哋就用一個弧形嘅線條去修飾翻落嚟我哋個燈槽嗰個位置啦。咦，咁我知點解咧？呢度望落去樓底會高啦。除咗係用咗啲弧形線條之外啦，就係見到譬如好似電視牆咁樣啦，好似見唔到咧，佢嗰個牆身咧係可以去到盡頭，好似仲有得延伸上去添喎。係啊，喺電視牆嘅位置咧，喺個天花下面，我哋做翻個鏡光，希望將我哋電視牆嘅物料同埋一個啱啱所講放射性，連我哋嘅一個裝飾嘅擺設，做咗一個倒影。咁希望係將所有嘅呢啲咁有設計性嘅元素咧，倒影翻上我哋嘅天花板上面。咁希望係將嗰個樓底再拉高翻少少嘅天花效果。參觀完廳區，我哋就沿住餐邊櫃旁邊嘅暗門入去啲房睇下啦。嗱，呢度原則咧係有3間房㗎，咁而家設計師咧就將佢哋變咗做2間房，咁但係同時都有一間大嘅套房。咁點解咁講呢？我哋用一個 3D 圖模擬俾大家睇。咁其實呢度每一個空間都可以互通到㗎，房同房之間都有門。咁當打開晒，即係閂埋走廊門嘅時候，呢度會係一個大寢區。如果屋主佢哋想各自有私人空間，又或者唔打擾到對方嘅時候，就可以閂埋相應嘅門，變翻一個獨立又或者唔同組合嘅空間。而當有親戚朋友嚟要去客廁嘅時候，只要閂埋近廳房嘅門，同埋喺走廊中間嘅門，佢哋就唔會望到入去，保障翻屋主嘅私隱。除咗多咗啲門之外，其實間隔上冇話有太大嘅改動，只係將近廳房同埋中間嘅套房合二為一間大房，然後拆咗入面嘅套廁，再偷翻啲位喺走廊做一個衣帽間。Ivan，點解咧你會將呢一度嘅走廊圍啦變咗做一個衣帽間嘅咧？咁首先咧，原則咧呢一個嘅位置係有一個嘅啱好衣櫃嘅大細嘅空間，需要睇下點樣去修飾翻呢個位置。咁但係我哋覺得成條走廊都好長啊嘛，睇下可唔可以轉成為一個自己嘅獨有空間。咁我哋將一個衣帽間咧就擺喺呢個成間房嘅正中間個位置咁樣咯，就方便佢哋嘅行走路線。咁樣嘅設計就可以2個人都用到之餘，又唔會阻到對方啦，而且都將原本單純嘅過渡空間變得有用起嚟。咁加埋金鋼、條子玻璃，仲有雲石紋同埋新木色元素嚟去點綴，咁成個空間都時尚同埋有層次咗好多啊！不過始終呢度唔近窗，咁所以見到都加咗唔少燈光效果啊。而 Ivan 亦都喺梳妝台一邊嘅牆身加咗少少清玻璃設計，咁當後面間房打開窗簾嘅時候，就可以將自然光線透到過嚟啦。由於走廊已經有個衣帽間，咁所以入到嚟主人房就有空間做個小偏廳，擺翻張梳化喺度。呢間房嘅面積冇變到，家私擺位都冇咩特別，咁但係設計上就花咗唔少心思，咁特別係喺小偏廳上隱藏冷氣機嘅天花，咁成個用木皮包住，加埋弧線嚟修飾，顯得冇咁厚重之餘，亦都間接劃分出唔同嘅區域，咁同埋平衡翻其餘硬朗嘅線條。住喺隔離間房睇下啦，竟然係主人房嘅格局啊，都有啲估唔到。咁聽設計師講，呢度係女戶主嘅專屬空間，難怪喺用色上都有別於啱啱間房嘅沉穩。咁床頭板嘅顏色都鮮豔啲，而且亦都多咗弧線修飾。咁樣嘅設計都真係幾特別㗎，冇翻咁上下大細，又或者多啲家庭成員啦，都未必做到呢一個效果。咁但係我自己就幾中意啦，一體得嚟，又可以喺需要嘅時候有翻自己嘅空間，享受獨處時刻。女戶主房同樣唔使擺衣櫃，只係做翻啲置物位置就可以啦。咁所以雙人床能夠正對落地大窗，瞓喺床度望住個海景啦，都咪話唔寫意啊！我就投女主人房1票啦。至於冇改動到嘅廚廁，我哋就唔仔細睇。今次呢個設計總共用咗大概190萬，咁當中花費最多係訂製家私同埋木器項目上邊，佔咗大約95萬。
朗圖除咗臨海之外，喺地理位置上都算係幾方便㗎，非常之近科學園，過條馬路行幾分鐘就到。咁會有唔少嘅餐飲選擇，亦都有超市、便利店、診所同埋護理及美容零售店等等。但係呢方面嘅鋪頭種類同埋數量就唔多，亦都以連鎖店為主，咁只可以滿足到居民嘅基本所需。沿住海濱長廊行大概10分鐘，日龍灣都有個商場㗎，咁但係規模唔大，鋪頭數量唔超過20間，叫做有多個選擇咁解。咁所以如果想有更加多嘅餐廳、零售鋪頭同埋民生小店揀，又或者想行下街嘅話，居民就要搭巴士或者小巴去沙田或者大埔啦。咁朗圖附近都有車站。參考我哋28 House， 而家朗圖有大概20個嘅放盤，叫價由528萬起，係一房開廚嘅戶型，去到類似今集嘅戶型，叫價就大概係4098萬。咁至於租盤呢，就有10幾個，標準單位叫租由16,000蚊至到55,000蚊不等。咁至於特色單位呢，就由65,000蚊去到大概13萬。嗱，呢間屋咧，我覺得睡房嘅位置係俾到我最大嘅驚喜啦。因為其實好多時咧都會用一條走廊咧去貫穿唔同嘅房，因為而家變成咗一間大套房嘅關係啦，咁就令到嗰個走廊咧可以善用咗，咁仲可以做到一個啦都幾大下嘅衣帽間啊。咁我自己係非常之中意㗎，唔知道大家點樣諗咧，都喺下邊留言話俾你知㗎，咁有機會獲得咖啡禮券。嗱，最後中意條片嘅朋友就記得 like 同埋 share 啦。